当然哈，其实我觉得习近平在做了这么长久的中国领导人之后，他一直在思考一件事情，他不是要定位，他也不是要为中国好，他只想到一件事：我能够当多久？那至于说他想当多久，20年吗？我觉得是不止。他希望一直做下去，他希望跟那个毛泽东一样，做到结束的那一天，他才要放掉政权。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当年为什么国父要推翻满清政府，就是要推翻这种世袭的制度，这种我做到死，做到最后一刻我才要结束。因为人的思考能力，人对于事物的辩证能力有高有低，他不会重其一生，他从这个30岁开始一路到他100岁，他都是相当睿智，不可能。人的思考模式、反应能力有高有低。那尤其是领导一个国家，希望你在最睿智的这段时间为国家奉献心力，最大的困难在于如何和平、心甘情愿地把权力交出去。这前面呢，邓小平做到了，江泽民做到了，胡锦涛做到了。为什么到了江泽民，为什么到了这个习近平做不到？这产生一个最大的问题。因为当年我在节目中讲过一次了，毛泽东让中国站起来，他把权力拿到了，变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站起来。最可怕的其实不是毛泽东，是邓小平，他让中国部分的人民富起来。这一个富起来，就融化了很多两岸之间华人的反共决心，因为他觉得，那不像毛泽东一样啦。毛泽东是讲人民公社啊，是讲思想统一啊，讲毛语录啊，讲整个思想的控制哦，是讲这个非常的恐怖统治的。邓小平没有啊，他让大家富起来啦，然后后面沿袭的江泽民、胡锦涛都是延续的邓小平的怀柔政策，所以不只骗了海峡对岸的我们，更骗了美国人，更骗了欧洲人，更骗了全世界的人。他误认为共产制度会在连续3任领导人的怀柔政策，然后推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下，能够完成经济，能够完成人的思想模式，要给他适度的自由。虽然没有办法像民主社会这么自由，我会给你适度的思考空间。所以在这3任，包含了胡锦涛，包含了这个江泽民，还有邓小平，他们造就了很多中国的大企业家。这些中国的大企业家为什么可以造就思想开化？他开始学英文。以前我们本国的留学生到全世界去留学，我们是唯一代表中国的留学生。当中国大陆留学生出现之后，他的英文不比我们差，他的学习能力不比我们差。为什么？因为他难得有出国学习的机会，他卯起来学习，他用尽了生命的所有的能量来学习。所以在包含在美国，在全世界，中国的学生很优秀，真的非常优秀。很多我们台湾的不见得拼得上他，那就是因为这份优秀造成了习近平的恐慌。因为优秀，因为获得了民主的空气，因为获得了广泛的知识。人家说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啊。现在这些懂得外语的这些中国人，他何止不出门，他是一部电脑，全球没有不知道的事情。不管是好的，不管是坏的，不管是共产主义的，不管是民主思想的，他全部都知道。他经过了科学的头脑，他经过了广泛的知识的开化，他可以辩证什么是好，什么是坏。那一比之下，人之所以成为人没有人不要人权的啦。人跟物种一般的动物为什么成为万物之灵？人会思考，人发明了语言，语言的目的就是表达复杂的情绪跟你的思想模式。那可是动物不会啊，你说羚羊啊、牛只啊，它只要做一件事，就是吃草、喝水、繁殖，就这样子，它没有别的欲望。所以人跟物种不一样，就在这里，人有思考模式，我要人权，生而平等。为什么你是天赋皇权，你是天赋王权？而我就是草民贱民的命呢？人经过的思考，他会想，他会去认为我应该怎么走。可是习近平不容许这件事情发生。马云说鼓励大家学外语，学这个第3语言，然后呢能够开化，能够进化，能够知道世界在想什么，能够激发自己的创造力与独断思考的能力。这就完全踩到了习近平最痛的地方。我怎么可以容许你独立思考？你独立思考，你就会知道社会主义的问题，你就会知道共产主义的问题，你就会知道习思想的空洞。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愚民政策。我借由放松放宽孩子的这个学习的障碍与负担，哪个孩子10个里面有8个9个都同意啊，都不想嘛。我宁可玩乐玩耍，我干嘛学习？学习很痛苦。可是孩子的不懂，大人不能不懂。大人为什么要
培养孩子，甚至强迫孩子去念书、去学外语，就是希望孩子长大之后，他的明智能开化，他的思考模式能开化。可是这是习近平不要的，我只要你做一件事，我开化就好，你们听我的就好。他要把所有的中国的人民物种化，所谓的物类化、动物化。就让你没有思考空间，没有思考能力，这就是他要做的。那可是呢，他就是哗众取宠，用分化的方式嘛，把孩子跟家长分化。家长希望孩子学习，我就让你孩子不要学习，让你孩子讨厌你的父母。我喜欢习近平，习近平做的事情是我要做的事。可是呢，当这个孩子成年了、懂事了，发现我怎么没有竞争力？我怎么没有竞争力？虽然中国这口井很大，你还是井底啊！你跟全球、全世界来比，你还是井底。你没有办法成为一个视野开阔的一个完整思考能力的一个年轻人，所以说习近平这个方式，他把前面3任领导人所谓的这个间接的开放，让中国能够看到世界，他完全打败、打破，然后把它压到谷底，只为了一件事情，让习近平的政权能够得到更强的稳固。他就是让你这个双补双修，哎，都不要补习，都不要考试，然后都轻松，不要学外语，但是他只叫你做一件事，背习思想就好。背习思想，那这个事情连结多大？他就是要透过思想来控制他自己的权利。那现在他得到了一个最大的困难，叫做台湾问题。因为台湾有一群华人，跟你同文同种啊，长得一样啊，语言也一样啊，除了这个文字你是简体，我是繁体之外，其他完全一样。那为什么台湾的人可以选自己的总统？大陆人如果他等他明智开化之后，他获得了西方的思想之后，他说：“哎，对啊，我们14亿人为什么不可以选自己的总统？这不合理啊！”他就不让你产生这个不合理。所以说，台湾的经验是什么？台湾的经验是民主啊。那他再多的台湾通到台湾来学习，到台湾来取经到最后。反而这些来台湾学习的台湾通都被我们的民主跟人权给思想给吸引了。回过去跟他讲，哎，台湾最好的经验就是民主。那民主是中国共产制度的大忌，都不能讲民主，不能让你明智开化，不能让你有独立思考。所以他现在最困难就是这个台湾经验要怎么样跟中国的共产主义有连结，他无解。那你说，那武力统一？我有武力统一，武力统一说句实话是最莽撞、最没有效率的一个方式，因为伤人100，自伤5000嘛，你也伤到自己啊，对不对？你是一个吃力不讨好，而且最主要是按照现在整个全球的状况，你就是侵略。所以说，习近平现在苦恼要如何改变这个台湾的状况，要如何统一台湾。统一台湾将会是习近平他要持续再向下走20年最大的障碍。因为西藏虽然问题很严重，新疆虽然问题很严重，香港问题很严重，可是那就是他的国土，毋庸置疑。所有的全世界已经认定了，那是你的国土。虽然你对于你的子民不够爱护，可是那是你的国土。但是台湾不是，台湾自始至终就不是。日本同意了，现在连菲律宾都觉得台湾不是你的啊！一中政策我可以支持，但是自始至终台湾不属于一中。其实这就是习近平最怕的事情。我这么长久以来搞的一中政策，搞的一中原则，美国也支持我，全世界都支持我。我用我的一带一路，我用我的经济的方式来压迫你，来统治你。可现在世界觉醒了，为什么觉醒？习近平要问你自己：如果你继续走邓小平的怀柔，走江泽民的怀柔，走胡锦涛的宽容，哎，我真的很担心台湾的前途。那时候台湾如果说继续走下去，台湾的统派会越来越多。那幸亏有习近平，你的中国梦，你的霸道，让全世界重新认识了中国共产党这个可怕的政权。那也惊醒了台湾很多那种南柯一梦啊！我到大陆去开发，我到大陆去淘金，我去赚人民币之后，你发现艺人也倒霉了。现在你到大陆去淘金的艺人，只因为你的国籍不是中国，你是加拿大，你是美国，你是新加坡，全部出征。告诉你，不是我国的人，这个劣质艺人不要来赚我的人民币。下一步就是商人，下一步就是这个所谓劣迹商人，再下一步就是企业家。那等于说，你把你这么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全部打破归零，回到当时的所谓专制的社会主义。所以我觉得习近平，我真的觉得他不聪明啊！我觉得他不聪明。两岸的和平大家都希望，可是习近平这种方式是撕裂两岸，让台湾更想走出自己的路，这是习近平造成的。